昨天连续2支回家落赛，今天连续2支肯定都是重磅的。哦，今天带来第2支，我很意外，我们居然没有拍过这一支哎。对呀，没有。这个是强棒哎，而且这支因为也货很少啦，对，是我们之前有进一些，不然的话其实好几年没有出现了。哦，之前只有针管呢，对，也没有大致的。几年前还听说什么他们要停产，还是要卖掉，还是怎样的？对，有卖掉，卖给罗瑞有机。结果怎么还是继续留下来这样子？是吗？那要看看现在是不是应该是罗瑞有接手了啦。目前这个，对，跟台湾没有。那老师有闻过这一支吗？上一次我已经很多年前了，已经忘记什么，好几年前了，也忘记是什么气味了。只知道它是个茶香而已，应该是无极乌龙，真的忘记了。我知道它在亚洲地区卖得很好，是，而且台湾人特别喜欢这个味道，想要再来试试看茶香嘛。对，台湾人喜欢。我们卖最好的就是玫瑰跟茶香OK， 一定会有人找。对啊，我们赶快来试试看这一支有没有极致的那种无极乌龙的感觉。无极乌龙，好，全新的，没错，跟老师一起分享。还没有喷过嘞。对，不然我们每次都闻老师的，都没有那个有所贡献。虽然老师从来不会跟我们计较这个。对啊。家里的也喷不完了。对，没错。这样子。哇，这200沫的，对，这200沫的。哎，镜头先走一下，喷到歪油。对，是蛮好看的。对，才可以狂喷。会喷到那个嗅觉恢复。它是对呀，Cologne，但它也算是就是精致古龙，应该也算是淡香精啊。它的浓度好像是介于淡香水跟淡香精中间，对，因为它就写精粹古龙，那么 Cologne S Blue， 来，好，来试试看。我们刚喷那个很浓度香精很高，这个会不会偏多一点？可能要等它一下。因为它的3下，对吧？然后等它。清爽，我闻到清爽的香味了。这个我已经站在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山上了。对，但这种天气我特别爱喷这种清爽的味道，因为它那个味道会更清新，就是闻得更明显。对啊，还没。它的那个 Echo， 它的酒精还没，对，味道还没有。不过已经蛮明显的，就是已经整个温度已经下降了。山上的高山上的这种凉感，还有降温的感觉，所以这一支可以立刻判断夏天应该是非常合适哦。一定降温的时候，这个是来前料，老师恢复嗅觉之后，这一支前料，目前现在在你身上怎么变化？它有一点像是那种柑橘茶的那种，可是它的柑橘又没有那么强烈。我觉得它现在在我身上闻到味道很像那种就是柑橘普洱茶就是那种它有一个那个底是这种不是那种很清爽的金萱的那一种很淡的那一种茶，它是稍微带一点微微的涩感的那种茶，但是它前面带出来的又是微微的带一点淡淡花香的茶，是，它好像有一层薄薄的烟熏感，蛮特别的。那我觉得这一个像是冷泡茶，冷泡茶，然后叶子还没有舒展开来的时候，它那一个茶的青涩的味道，好，因为特别你用冷泡，那你就更需要时间去给它舒展开来。那因为这一支呢，它表达的就是夏天的时候，如果你闻这一支，你会，因为我们现在冬天了，分子
比较没有那么活跃，所以它更需要时间。所以我觉得冬天的时候，它会像是冷泡茶的感觉。好像此时此刻，现在外面温度大概18、19左右这样子。好，那室内的话，呈现的，我觉得就是这个茶已经在浸泡在这个冷水里面。那慢慢水需要很长的时间才办法慢慢的这个卷开来。哦，在你身上是这样，在我身上没有。我觉得它的茶香味很蛮浓的。哦，真的吗？OK。这边。哦，比我的浓一点。是。好，那换老师形容一下，我看看你的。有一个它的茶香比较浓，有一个比较明显。老师讲的那种很像微微烟熏的感觉。它这个有没有马黛茶在里面？不晓得，还没看香调。也甭看了。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对，就是凭我们的感觉来想象哦。好啊。那老师，那我的是不错，我的是浅焙，他的是我之前喷针管的感觉不一样。重焙，那你的是中焙吗？对。目前带我们到哪里品茶了？老师，你是闻不到？我闻得到，真的闻得到。你是不是又觉得自己又中了？不会。但是反应说，我其实闻不到。然后是不要我要怎么演下去嘞？我昨天晚上还很认真，对，的确跟平常的味道是一样的。这些嗅觉有恢复好。老师来之前还要特别确认一下，练习过这样子。好，那目前呢？你觉得在哪边？我现在茶香比较出来了。对啊，我觉得它真的要一点时间，它茶香对，会比较现在比较出来。我觉得现在那个花香开始散出来了。对啊，它的花瞬间呢，香茶香。对，今天的温度大概是20了，对不对？20度是有比较回温一点。对，我觉得今天比昨天凉蛮适合喷它的。昨天比较热，昨天比较热一些。真的。那我觉得现在这个怎么突然5分钟之后，那个这个什么木栅猫空那个花香突然整个散出来，对啊，你在茶园品上一壶茶，不管你是冷泡还是热水泡的，哇，那个花香整个扑鼻来，还不错跟我这个难怪它厉害耶。以前我在闻针馆的时候，我都还没那么喜欢这一支。对啊，这个我觉得可能是200ml关系，我觉得特别好闻。它的茶香真的还蛮明显，是有了出来了是啊，你看我们最近有些那个来现场的也很长，很多会找茶香，然后甚至最近尼山那一支乌龙茶非常多人找，那一支它就比较多柑橘多很多的茶香，然后这支是我觉得茶香很明显。那如果尼山那一支跟这一支，我会比较喜欢这一支，我也是，对，可能更贴近东方人的口味啦。对啊，那一支比较偏夏天一点。这个好，我越来越喜欢。我第一次进欧龙的时候，其实是2018年的时候，5年前，2018，在林心地还没来之前，我就进欧。我来的时候有好多在那边，因为那后来都是变库存。除了几支比较畅销的啦，因为那时候老板的习惯就是全部进量，不管什么味道都进。我就进齐全嘛。对，就是只要品牌刚进的时候一定全进，然后可能再看说。有些会比较卖嘛，会再进这样子嘛，等于是做实验，是有很多。我来好多，对，但没有这一支。那当时也舍不得打开，因为第一个它贵的，第二个就是一进来我就要原装出去啦，不然你拆开或打开后你喷过就变成瑕疵品这样子。当时舍不得嘛，对。那现在学会有舍有得，所以就每一个都给它打开闻一闻。那真的是你有打开闻，你对它感受就不一样。对啊，就知道为什么它这支很有名了。因为每个品牌都有几支比较，除了有些品牌是每一支都好闻之外，有些大部分品牌可能就是几支比较代表性、比较有名或真的是比较好闻的。那欧龙它就是有几支比较代表性，这支啊，无极乌龙，然后赤霞橘光啊，就是有几支比较有名的这样。好，那老师，你有带我们到哪边的画面可以分享一下吗？我本来要找但我觉得可能要花很多时间找，等一下看有找到再说。好啊。有一次我去彰化找我学弟，然后他就说：“学长，我带你去个地方。”他就开车啦，也没有到很山上，然后大概是那种类似半山腰，然后你就看到附近有一些菜园然后。到了一个地方，我记得上山去的时候，那时候已经下午大概2、3点，
2点多吧，他说带我们去找个地方喝个茶，然后呢，它就是像那种猫空一样的一间茶馆，然后我们在那边喝茶，你也可以好像也有咖啡的样子，然后呢，它最好的 view 是坐在那种就是它的窗边，然后呢，那种我们传统那种很乡下古时候那种木头桌子这样，那个布置，我觉得老板还蛮用心的。然后你那个窗户打开，它刚好是面对的那个夕阳西下的时候，下面刚好是一片茶园。哇，真的，我等下真的有找，我记得应该手机里面还有照片那个拍的。然后我那时候我忘记我点的是花茶还是什么茶，忘记。然后那边一边喝茶，你就觉得那个茶香，对，然后伴着那个夕阳，然后到傍晚我们一直待到4、5点，太阳都已经下山了，我们才离开，在那边坐蛮久的。是，然后大概下午4点多的时候，它就开始那个雾就会开始飘起来了。难怪那边会种茶叶。那边有雾就飘起来，然后你就会感觉那种朦胧，然后带着一点那种就像这个味道的那种烟熏感一样，你会觉得，对，好像一团雾气哈。你很容易忘记任何那种烦恼。是，其实我知道那时候，因为那一阵子我是什么事情啊？因为身体不太好，那一阵子身体不太好，心情也不太好，我也容易受影响。可是，在那边那2天在那边，我就觉得心情很好，很愉快，然后就觉得哇，那个地方环境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对。我觉得老师刚刚带我去这个画面，我自己边联想，随着他的描述口述哈，我想象这个画面确实就是阳光洒下来，在这个茶园，对不对？那你正好在茶园边，就品着一口茶，看着这一个茶园，然后阳光正好斜射下来。那山上因为高山嘛，带着一点雾气，就很像这一支的味道，有些阳光，因为柑橘有一点阳光感，对不对？那雾气有点水雾感，那品上一口茶，哇，这个无极乌龙的意境很高。对，来，林心玲，那你觉得女生用在什么样的时间点跟场合会是合适呢？一定要在喝茶的时候才闻吗？不用，这支的味道也是我觉得，因为我们自己个人用香习惯可能会分说白天晚上我会用比较一些像比较乳香类疗愈系的香水在晚上使用，那这一类的我就会比较放在白天的时候去使用它。我觉得上班其实这支也蛮适合的，因为它也不会太活泼，然后也不会太沉，就是让你的那种觉得 boring， 觉得无聊。对，就是或是那种让你心情非常平静那一种，因为上班你也不用到那一种像类似没药或是乳香那一种的香水，但我觉得这支的香味就非常适合。是，而且因为它这个味道啊，对我来说，在我身上是有点像，老师是像说泡茶啊，看着那个风景。那我比较像是就是在茶厂，他正在烤茶的那个茶正在烘烤完毕的那种过程，还没泡之前，对，它有点干燥的那种茶香的感觉，对，就是那个味道对我来说也是很舒服的一个香气。是，OK， 在这个茶厂烤茶的时候，对，因为它就是那种很有画面，它的味道其实真的还蛮明显的，然后有种干燥，就是有带一点干燥感跟微微熏感的感觉，这样子不像那个俄罗斯茶它那一支，就是面具俄罗斯茶那一支，它比较像是更重油在火炉旁边烤着那个泡着热茶的感觉。是，但这支我觉得它更像就是刚燥完，那我们待会下半段可以拿那个茶，就是我们今天有学姐有带那个茶，对，她送我们那个茶罐里面，它那个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像，就是它就是干燥的时候的那个茶香。对，好。那如果是我用的时机呢？我觉得这一支我现在会用在我静坐的时候啊。我现在静坐加了很多元素进去。第一个，我现在用这个末代武士的 meditation 的那个平静的旋律当背景，好，然后我会再用这一支无极乌龙，好，带我更进入禅定的状况。这个可以很快，你把前3分钟到5分钟的杂念，很快就可以把它烟消云散，让你快速进入状况。
哦，有时候这个加速器是需要的啦，好，让你更快的进入状况。很高级哎，真的是环境。还好有闻从玻璃瓶出来的味道，这就是我之前为什么有一段影片我特别讲，针管哈，你买10支，你的感受永远没有一瓶这个玻璃瓶，不管是30ml、50ml、100ml，好，大小不拘，但是我觉得从玻璃瓶喷出来那种保存性跟新鲜度就是不一样，比那针管真的差太多了。因为我之前闻的是针管的嘛，所以我一直没有觉得这个很好啊，直到现在，我现在重新认识这一支，真的是优秀。难怪是他的畅销第1名。对，好不好？老师，那待会再等你的照片哦。好，那林心丽等你的茶叶哦，好不好？来，那待会见，拜拜，拜拜，拜拜。无极乌龙回来了，哇！我是觉得这个无极乌龙越到后面，慢慢的知道什么叫做无极了。好。来，老师先帮我们分享一下，你目前手上的这个茶香怎么呈现无极乌龙？我现在是走到9份去了。OK， 因为9份的它的那个水汽感更重，因为它在海边，所以那个水汽感会更重。然后我觉得我前面的那个比较偏干燥一点的茶叶，那现在走到后面是有一点湿润，你很像是在那种9份的那个茶馆里面，然后那个是一个可能是上班日的下午，就没有什么观光客，你就会觉得一个人很轻松，然后不会有那种压力，然后有客人，然后你也怕人家赶时间这样子，就很悠闲的坐在那边喝下午茶，然后那个茶就真的让你度过一个很悠闲轻松的，然后你真的是细细去品味那个茶香飘出来的那种感觉。OK， 那你要加个芋圆吗？芋圆，9份芋圆，在里面我们没有闻到芋圆，吃过了，刚吃完才来泡茶的。对，好，那林心丽这一支目前无极乌龙，它的味道跟茶香感还是持续蛮长。我觉得这一支啊，我之前以前都想说，它的是苦弄嘛，好像会很淡，其实不会，它这支还蛮浓郁的，然后我觉得它大概有到淡香精的等级，因为从刚刚到现在大概1个小时左右，它的味道还不会说很快的就淡掉，对，微微的，但是还是蛮吃香的，对，然后它的那个茶香感还是蛮明显的，很好闻的一支，那刚刚老师是去9份嘛，对不对？对。那你有没有什么代表性的地方？去哪里吗？对。它有一点，这味道会，我觉得很像是在那种就是比较那种欧式的那一种下午茶的那一种，就是饭，对对对，里面的那种感觉，然后是泡着那种比较英式下午茶，它不是到我的味。比较不是我们的乌龙茶的那种味道，因为它虽然是叫乌龙啊，但是你要去想象说我们的那种乌龙茶的那个，比较涩一点、苦一点，不太像那一种的。是。我在想说，他们欧洲人为什么要取乌龙？是不是要特别强调这种东方茶的感觉？他们的想象。对对对，等于是拿乌龙来代表这个茶的代名词嘛。对啊。例如说 Google， 你 Google 变成了是一个动词了，事实上它是一个名词，但是你去 Google 一下，变成一个动词。对啊，因为它其实后调有一个很舒服的木质的香气，也是很轻的，然后就搭配了它的那个茶香感，就很舒服。对，其实这一支蛮意外的，是说，因为它这一个牌子都算是Cologne级的，对不对？精纯古龙。对，那特别是我们刚刚上一支拍的，又是非常鲜明的果香，对不对？很怕说啊，闻了前面的果香，就这一支就整个不见了，不会呢，不会，这一支完全还是展现它该有的那种。对啊，我本来以为它会很淡到我闻不太到。对对对，因为他们家很多都有些是这样，都会走得很快。没错，因为我本来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特别形容它是冷泡茶，就觉得奇怪，这个味道是不是被我们刚刚果香盖住？没有哦，这个越到后面，那这个茶叶整个舒展开来之后，哇，威力四射，出乎大家对它的
想象跟评价。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蛮深刻的地方。OK， 好，来，老师，那这一支我们来给他一个评分一下，好不好？这一支两位在它的持香，你们会给它几分呢？应该有到9.7吧，9.7。我也有大概9.5左右。对，我觉得它算持香的。对，其实这一支无极乌龙Cologne可以到9.7，我觉得算是真的是很厉害了。对啊，对啊，很高。因为其实我们本来给他的对他的想象就是可能大概8的。对，因为很多茶香都不持香啊。是，但这一支真的我不晓得是不是有。5年前跟现在是不知道有没有把它进化了，我不晓得啦，会不会有改版不知道。我觉得，因为其实因为我印象中我听过人家讲说它很不持香，没错，对，不是你印象，因为我也是这样，你也听过这样，对我也听过，但是现在5、6年过去了，因为2018嘛，我那时候2018进这一个，到现在，我觉得重新欣赏它，我觉得它有改进，在这个持香上变得更加强。好来，那扩散性呢？两位这扩散性如何？扩散性还好，老师我可能9.5左右。我老师是很高，我9。你9？对，我觉得它扩散没有到很强。OK，好。因为我刚刚在那边翻照片，我在那边找的时候，其实你要把2只手是它的味道，对我来讲比较明显点。我这样这边滑的时候，其实一直闻到的是它的味道。是哦，所以我觉得它的扩散性还不错。OK， 好，提供你参考一下。好，来，那总分来一下喽。老师先。总分哦，有一点出我意料的好闻。我应该会给到9.7。9.7，哇，所以好，来林心凌9.8 ，OK， 就是好闻，然后又实穿的一个味道，是，然后会想要把它可以平常就是不知道喷什么时候也可以喷它，对，我觉得就是好闻，然后很舒服的一个味道。那一个9.7，一个9.8，事实上我会给它9.9。那这个我老实讲，因为林心丽说我们没有拍过无极乌龙，那这一支摆在那边。那事实上我一直把它 pass 掉，我一直把它退掉，先不要拍，就不要拍到我的时程表里面来。对，那是到拍到了，因为将近年底了，也几乎差不多了。我们想说不然今天来一个无极乌龙。但是我觉得意外的惊喜。特别一开头我说它是冷泡茶，到后来没有哦，这个完全是这个茶力四射，对，真的厉害。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跟受欢迎，一定是有它的原因在。是，好，所以这个非常谢谢两位跟我们一起认识今年的最后压轴一支。明天要过年了，是不是？OK， 好，那待会30秒再拜托两位一下喽。拜拜，拜拜。